臣包拯叩见吾皇，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平身，谢万岁。朕特意屏退左右，你我君臣四人当面把话说清楚。包拯，臣在。你明知道朕已下旨，不准你再审成员，你为何不听？难道你真敢抗旨？回皇上，臣审讯处斩陈元之时，并未接获圣旨。包大人，老夫明明当面通知你，圣旨将到，你却置之不理，这不是存心抗旨又是什么？不错，朕要听听你又作何解释。回皇上，庞太师位列三公，既非专司专责，更非传旨太监。包拯岂能将他的一面之词奉若圣旨？倘若人人皆可以宣称代传圣旨，岂不因此而天下大乱？朝廷体制又将何存？皇上，包大人所言极是啊。即便是皇上的口谕，也有专责之人，并非是人人皆可代传呐。就算如此，你也明知道那成员是庞贵妃的亲眷，难道就不能暂缓行刑？皇上，包大人根本不顾及娘娘的情面。不错，太师所言不差，包拯当时的确未顾及娘娘。包拯，皇上，包大人想必不是此意，请皇上息怒。皇上，臣奉旨出京代天巡狩，在登州之时，包拯眼中看见的是贪赃枉法、残害百姓的登州知州成员，却未见任何人的亲眷。倘若皇亲国戚，便可脱罪免责。皇上要包拯何用？大宋朝廷要国法何用？倘若果真如此，包拯立即罢官退隐，远离朝政，也免得妨碍了皇家亲眷。朕并非私心袒护，难道那成员果真犯下不可饶恕的必死之罪？难道就不能改判其他，以观后效吗？回皇上，那成员所犯之罪，并非包拯重判，而是他罪在不赦。只是，若凭包拯一人之言，只恐太师不能心服。不错，包拯的确难脱公报私仇之嫌。对包拯，并无私仇可言。现有皇上钦派登州通判唐真手书奏折，他在登州的所见所闻，尽载其中，请皇上御览自评。公孙先生，包大人进宫会不会被皇上降罪啊？这很难说，这要看皇上究竟是讲理还是徇私。要是皇上不是徇私护短，他怎么会下了那不该下的圣旨？就是嘛，要是和皇上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有特权，那还要什么国法？干脆叫皇家去管事，满朝文武都可以回家养老了。哎，公孙先生，叫包大人不要干了，告老还乡还落得轻松。公孙先生，
这件事恐怕连我都无法接受。难道真的要等大人被皇上罢了官以后再说不成？不，或许皇上会因为宠爱贵妃而难免护短，但是他不是一个昏君。我相信他会讲理，我更相信包大人会安然无恙。哼，好大胆的成员，他的确该杀。皇上，庞吉，你要贵妃向朕诉苦，让朕下了一道不该下的圣旨。若不是在登州的是包青，你险些让朕变成了一个不明事理的昏君。臣罪该万死。幸亏包青坚持，朕才没有铸成大错。你还不向包大人认错？这怎么，你不肯？老臣不敢，老臣遵旨。包大人，老夫我太师护生心切，在所难免。包拯只是依法行事，还请太师多加体谅。我这啊，二位能够尽释前嫌，的确是可喜可贺呀。等等，在这唐真的奏折当中提及，登州的州情曾多次向京中禀报，却石沉大海，这又是为何？回皇上，这也是包拯急于返京的另一个原因。那奸商李坤长期贿赂朝中10几名大臣，就是他们将登州的情形隐瞒不报的。竟有此事，可知是什么人？从钱庄搜出的密账之中，详列着那些官员的名姓。包拯正想请旨将他们拘捕到案。这些贪官，朕怎么能容得下他们继续在朝中为恶？包拯听旨。臣包拯接旨。朕命你为专责清查涉案官员，朝中各部由你调派，速审速办，依法惩治。臣遵旨。手下一时疏忽，没想到严冬会在钱庄之内等着刁赞，没能保住他的性命。不能够怪展护卫，是李坤早已对刁赞动了杀机。大人，请看。这是在钱庄找到的。张正集锦放在刁赞的尸体上。难道他是有心让我们知道的？严冬杀了刁赞，又留下了李坤的证据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的确令人不解。他既然一直帮着李坤，又怎会将如此重要的证物留给我们？
希望大人把李坤抓起来。用意应该在此，只是不明白他为何要这么做。辽东严家在江湖上很有声望，我一直都奇怪，严冬怎么会帮李坤这种人？我曾经问过他，他说事情并非我想象中那样，也许真有难言之隐。大人，账册之中的确是有成员的户头，而且数量相当的惊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人名，应该是登州的官员。好啊，这样就可以知道在州衙里面有哪些人和成员一样贪赃枉法。对你日后掌理登州州政大有帮助。是。至于这副钱范，究竟是不是假的钱具？正是，而且制作得非常精良，即使是朝廷的钱监所制，也不过如此。幸亏及时破获，否则一旦流入市井，势必真伪难辨，甚至全国的币制都会因此而大乱。大人说的是。根据刁赞的供词，在钱庄搜出的假钱是第一批，所以还没有完全流出去。恩师，现在可以治李坤的罪了吗？那段无刁赞虽已被害身亡，却留下了账册、钱范以及刁赞签字画押的证词。如今是抓李坤的时候了。刁赞死了。好，这么一来，包拯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奈何不了我了。也不见得。为什么？我在钱庄等刁赞，可是他和展昭已在门外见过面。那又如何？他交给展昭2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没看清楚，好像一本类似账册的东西，还有一副模具。什么模具？好像是造假币的模具吧。可恶！这个刁赞竟然藏了一副钱范，你为什么不给我抢回来？我只负责杀刁赞，不管其他的。你，我们的约定很清楚。我负责保护你3年，或者替你杀完10个人，我们的合约就立即结束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。好，那你就把展昭给我杀了。好啊，我就负责把展昭杀了，这样我就履行完了我们的约定。我立刻就走。那包拯怎么办？那是你的事。好，那你就把包拯给我杀了。包拯一死，我就不相信唐真能办得了我。
人。严冬，我和展云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挡得住你，我们联手，你更加是毫无机会。用你的第3刀吧，让天下人看看严三刀的后人是怎样刺杀青天包大人的。当然，想要摆脱我，一定要使出你的看家本领。不要逼我，我们不必生死相搏。你要刺杀包大人，我要保护包大人。只要立场不变，我们必须要生死相搏。好，我也正想和南侠展昭较量一下。原来这个才是你的第3刀。不错，难怪从来没有人见过这第3刀。你的长剑刺出，我的左手就废了。你的短刀也可以让我当场毙命。如果你刺伤我，我这把刀未必能要你的命。你为什么停下不刺？辽东严家威震江湖，你造福地方，著称于世，我舍不得你这把刀。你又为什么不杀我？唯有真剑客才会剑下留情，因为你剑下留情，这把刀也杀不了我。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不能再等，立刻出发。是。3年前，辽东遇上史无前例的大旱，10万百姓沦为灾民。我爹用尽辽东严家的所有家产赈灾，也于事无补。这时候，李坤出现了。是他主动去找你爹的。不错，他答应拿出30万贯赈灾，却开出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辽东严家负责保护他的生命安全3年，或者替他杀掉他指明的10个人。什么？3年期满，或者替他杀掉10个人，都可以让我们的约定马上结束。
他分明是在设计你们严家，你爹为何要答应他？为了10万百姓，我爹明知是助纣为虐，也只好忍痛答应。就这样，我跟了李坤。那是3年前的事。那如今呢？还有3个月和最后1个人。他指明要杀包大人。不错，辽东严家一诺千金，绝不食言。可李坤的所作所为，也确实让人发指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留下了账册和钱办。包大人想的没错，他也认为必有原因。这是在不违反我和李坤的约定之下，唯一能做的。可现在你杀不了包大人，那你如何跟他交代？那是我的事，我说过，绝不会让严家丢人。大人，哥，你回来了，严冬呢？他先回来了，应该已经进府了。你没杀掉包拯？展昭和展云联手，我杀不了他。这就是你们辽东严家对我的承诺。辽东严家从不食言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，杀不了他，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兑现约定。哦，你怎么兑现？我可以带你离开登州，这样的话，并不违反约定。如果你不肯离开登州，我只有和他们拼。不过，我可以确定，我会死在他们手上。一旦我死了，我们之间的约定也就结束了。不过，他们再要抓你，就没有人能救你。好，我们走。张兆虎在。闯进府去，将李坤拘捕到案。是。走。展云，我们上。且慢，本府与你们一同前去。大人，但严冬犯下多起杀人之罪，他也在拘捕之列。是。李坤，本府依法将你拘捕到案。你就是严冬。正是。你杀了段无刁赞，也在本府拘捕之列。杀人偿命，严冬无话可说。可是，请包大人让我交代清楚之后，再抓我也不迟。你说，辽东严家对李坤曾有承诺，严冬不能言而无信。哦，这3年来，李坤作恶多端。严冬，你不要忘了严家的承诺。我不吃你的所作所为，
并不违背我们之间的承诺。若不是碍于辽东严家的承诺，不等包大人抓他，我也早就杀了他。严冬，你放心，严冬不会言而无信。可是，如果现在有人要杀你，谁要杀我，你就杀谁。我还欠一条人命。现在，我就按照你的要求履行。杀完之后，你我之间的约定立刻结束。但要杀李坤的，不止展昭一人。你说什么？江湖世家严三刀第一代弟子严冬，要杀李坤，为民除害。严冬，你们辽东严家不能言而无信，你不能杀我啊！李坤，无论杀谁，辽东严家只能再替你杀最后一个人。稍后包大人会升堂审讯他们二人，做好准备。是。二位大人，请留步啊！二位大人，怎么了？小人有件事儿，想向二位大人打听一下。你想问什么？死到临头了，是不是要交代遗言啊？程远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我想问问，庞太师是不是来登州了？庞太师，他来干什么？哼，我知道庞太师是你母舅，可是明天任谁来，结果都是一样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他没来登州。庞太师怎么会赶到登州来啊？我之前派人送了封信函给他，就是怕包大人拿我开刀。可是我现在担心他没收到。不，也许他马上就会赶到。但愿如此吧。想要活命，只能靠他了。哎，大人，如果庞太师赶来了，你一定要救救属下呀！公孙先生，全案的证物、供词可曾齐备？大人，学生已经准备妥当。不过，在升堂之前，学生尚有一事，
要向大人禀报。你说，四海钱庄的账册当中，除了有登州官员的户头之外，还有其他人。都是些什么人？都是朝廷的高官，至少有10几个。竟有此事？是的，大人。当时碍于唐大人在场，学生不便提及。你处理的没有错。此事若是泄露出去，的确耸人听闻。难怪登州的情形，京师一概不知。原来是有这些收受贿赂的官员从中阻挠。大人打算如何处置呢？待此件事了，必须立刻回京。在此之前，切记不得有半点讯息传扬出去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启禀大人，彭太师到。他怎么会？启禀大人，彭太师到。有请。他怎么会赶来？大人，莫非他已接获成员的通知？有此可能。大人，还是暂时不要见他，等升堂定案之后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为何不见老夫啊？太师怎会到登州来？可是有何公干呢？我特地前来通知包大人，但是不要对成员治罪。为何不可？皇上已下旨，要包大人不得审理此案。这又为何？包大人，你遵旨就是了，何必多问？敢问太师，圣旨何在？近日就到。太师，空口无凭，要本府如何才行？老夫确信圣旨立刻就到。在此之前，包大人不得审讯成员，一切回京以后再说。太师，圣旨既然未到，凭什么要本府不治那成员之罪？那成员犯下必死之罪，本府怎能饶他？难道仅凭太师一言，本府就要置国法于不顾不成？太师身居庙堂，理当留在京师，如今却为何到登州？所为何来？包大人，那成员是老夫的亲外甥，那又如何？他也是庞贵妃娘娘千岁的亲表哥。太师，本府只问那成员是否违反国法，至于他是谁家亲眷，有何靠山，本府却一概不问。包大人，难道你一点不讲情面？太师，若讲情面，那些因成员贪婪而无辜丧命之人，又将向谁去讲情面？包拯，你抗旨不遵。圣旨未到之前，本府何曾抗旨？你好，我就上你这公堂，我看你敢不敢当着老夫的面杀那成员。本府奉旨办案，怎会不敢？他若你敢扰乱公堂，休怪本府将你一并治罪。帮城马汉，在。将太师请出州衙之外，不得干扰公堂审讯。如若不听，尽管放手拿人。是。你包拯，你传令升堂。
是。带人犯成员朱刚，带人犯成员朱刚上堂。跪下！朱刚，你身为登州捕头，乃是朝廷所派在地方执法之人，你却知法违法，协助成员贪赃枉法，欺压良民，你可知罪？回包大人，成员是属下的顶头上司，他的命令属下不敢不从啊！即便如此，你明知他的指令有违国法，就该断然拒绝，或者依法检举。你却狐假虎威，狼狈为奸，甘为帮凶，你还敢狡辩不成？属下知错了，请大人从轻发落。姑念你虽为从犯，却未犯下杀人罪行，虽已渎职，却未曾具体收贿，本府便饶你一条性命。谢大人不杀之恩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本府依大宋律例，判你监禁10年，并服劳役。你要深自反省，好自为之。是。来人呐！在。将朱刚押出堂去，发监执行。是。走。成员，犯官在。你身为一州之长，地方父母，不思报效朝廷，爱护百姓，反而依仗权势，胡作非为，巧立名目，强征粮税，勾结奸商，营私谋利，将朝廷公器为你个人私用，视登州百姓如同待宰羔羊。你寡廉鲜耻，人神共愤，贪赃枉法，罪在不赦。犯官知罪了，可是包大人，犯官罪不至死啊！住口！就因你的贪婪无度，多少百姓流离失所，断送性命。前任通判陆信，退休京官许谦，不知还有多少无辜，皆因你勾结李坤而惨遭杀害。你还说罪不至死？犯官，包大人饶命啊！包大人，堂下听判。登州知州成员贪赃受贿，违法渎职，勾结李坤，共谋杀人。本府奉旨代天巡狩，以大宋律例判你扎刀执行。包大人饶命啊！包大人，来人呐！在。胡子大伺候。是。包大人，包大人饶命啊！包大人，下官不敢了。包大人饶命啊！包大人，饶命啊！开打！包拯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
李坤。带人犯李坤上堂。勾结贿赂成员，谋取不法利益，教唆杀害多条人命，私铸假钱，扰乱币制。如今数罪并罚，罪证确凿，你可还有话说？我只是个商人，有道是杀头的买卖有人做。今天既然被包大人所查获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你倒是干脆。不过，包大人，四海钱庄有100单8处分庄，遍布全国。如果杀了我，必会导致钱市动荡。不知包大人打算如何收场啊？你不要误认如此一来便可以心存侥幸。朝廷自有整治财经之策，本府自会报请朝廷，以公办交子铺接手四海钱庄，查清存提汇兑之后，逐一交割，必可平静转手过度，全然不会引起百姓不安。我倒忘了，包大人曾担任过三司使之职啊。你知道便好。包大人，你可知道，在朝中有不少的人收了我的贿金？本府自会一一清查，依法追诉。这些人白拿了我的好处，可是根本救不了我，绝不能便宜了他们。包大人，如果让这些个人置身事外，我就是虽死不服。本府也绝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。堂下听判。李坤，你身为商人，就该将本求利，诚实经营。为谋暴利，你却不惜铤而走险，以身试法。本府若不将您依法治罪，又将如何令天下商贾引以为戒？本府以大宋律例，判你铡刀之刑。借此以度来者，以儆效尤。来人呐！在。狗头他伺候。是。总算尘埃落定，全案结束了。只可惜了严冬啊。其实他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够选择自尽身亡这条路。不过他这一死，总算把严家的声望给挽救了。大哥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你说。他的那第3刀，我接不下来。那如果我们联手呢？只可惜，我永远没有机会印证了。
有些事情，反而永远不知道会比较好。包大人为登州百姓除去大害，老朽党在此替所有百姓向包大人致谢。本府奉旨代天巡狩，惩治贪官污吏，铲除奸商恶霸，乃是职责所在，又怎敢当诸位大人一个谢字呢？包大人推谦了。成员虽已伏法，但仍有诸多善后及州务待办。唐大人年轻时浅，阅历稍欠，还有待诸位大人多加协助，也好让登州尽快纳入正轨常规。有劳诸位前辈了。好说，不过我等年纪均已老迈，若是力有不逮之处，还请包大人、唐大人见谅。不，杜大人此言差矣。所谓年纪老迈，不过是体力精神不及年轻人，然而经验阅历却不落人于后。也有曾经在朝中效命过的前辈先进，秉持老而弥坚、退而不休之念，继续贡献心力，那才是朝廷之幸，百姓之福啊！是啊，是。如今全案已破，明日本府即将启程回京，本府就不一一向诸位大人辞行了。老朽恭送包大人。启禀大人，这是由京城金字牌派专差送来的。难道庞太师说的是真的？圣旨的确不让大人审成员？那怎么办？成员已经被处死，圣旨现在才到，大人打算如何向圣上交代？无妨，本府原本就打算回京，将那些收受李坤贿赂的官员一一揪出。如今只是必须尽快出发罢了。我们明日一早出发。是。明日之后，这登州城就全靠你自己了。是，门生会全力以赴。本府会尽快上报朝廷，速派新任知州。你也要依照通判规制，将这段期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巨细靡遗的向皇上呈奏，本府顺道带回京城。门生会连夜书写完毕。不过才几日功夫，却又经历了如此多的周折变迁。门生也从恩师身上获益良多。凡事并不可一成不变，总得随机因应。然而唯独秉持大公无私之心，却是放诸四海，而且准啊！门生谨记恩师教诲。
大人明日又要车马劳顿了，还是早些就寝，也好养足精力。好吧，你们聊，本府先回房歇息。门生恭送恩师。怎么没见到展云？他要我代为传话。唐大人跟包大人谈完话之后，往院中一见。是。去吧，他想跟你辞行。那么，我就去了。真不知道展云又在打什么主意。哼，没什么，就像展护卫说的，他只是向唐真辞行罢了。展云，你和包大人说完话了？是。明天我就要走了。我知道。可能从此之后，我们都没有机会再见面。那也不一定啊。如果包大人来参加你的喜宴，说不定我也会来，你说好吗？展云，你不要担心我，我说过会把你当做朋友的。谢谢你。如果你真的来的话，相信我会很高兴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，如果你没有定亲的话，如果我没有定亲的话，我会在你向我表示之前，已经向你表示。现在该我谢谢你了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虽然这些古礼是其来自远，却未必合乎人情。可惜我们身在这样的环境，也只能认命了。希望终有一日，每对男女都可以随心所欲，和自己想在一起的人共度一生。那么他们比我们来说就幸运多了，是吗？恩师，门生恭祝恩师返京路上一路顺风。本府希望
登州在你代理期间一切平稳，周无蒸蒸日上，要让本府刮目相看才行啊！是，门生必定不负恩师期望。大人，可以启程了。别的我也不多说了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通判，将来会是朝廷的好支柱，老百姓的好父母官。谢谢你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老管家，展姑娘，你们家少爷经验不足，你要多帮帮他啊。展姑娘放心，我们家的少爷是不会出问题的。谢谢你，雨竹。张姑娘，玉竹还能再见到你吗？当然会啊，你们家少爷成亲的时候啊，我一定会来，到时候我们不就见面了吗？展姑娘，我们随时欢迎你来呀。来人！太师，被叫进宫。是。什么？包大人把程远给杀了？是啊，我再三恳求他刀下留人，可他就是不肯。可是皇上已经答应我了，圣旨已经颁了呀。我已经告诉他，皇上已经下旨，不让他审程远，让他等候圣旨。可他反而立即将程远处死。他既然存心抗旨，我也无力阻拦呐。他也太跋扈了。难道他不知道程远是我的表哥？他当然知道，可是如何？哎，女儿啊，你不知道也罢呀。爹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就是想要知道包拯他是什么意思。好吧，看来呀，爹不说不行了。包拯根本认为我们庞家的人是全仗着皇上的恩宠而胡作非为。什么？女儿啊，算了吧。包拯深受皇上重用，不但代天巡狩，而且还有先斩后奏之权。我们庞家的人是斗不过他的。女儿啊，忍一忍吧。哼，我凭什么要忍？庞家凭什么要任他欺负？爹，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，请皇上替我们做主。不，千万不能这样做！你现在禀报了皇上，势必得罪了包拯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哼，
我就不信皇上会向着他。哎，女儿，哎，女儿，女儿，女儿。请皇上替臣妾做主。爱妃，快起来！究竟发生什么事？皇上，包大人还是将程元给斩了。什么？难道他没有接到朕的旨意？回皇上，老臣是以紧急军情的金字牌送往登州，包大人应该接到圣旨才对呀。包大人听说皇上要下旨救程元，特意赶在圣旨到达之前，就匆匆忙忙请出铡刀，将程元斩首。他这根本就是存心想违抗皇上的旨意。岂有此理！包拯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！皇上请勿动怒，包大人忠心耿耿，绝不会抗旨不遵。想必是处死程元在前，圣旨到达在后，为时已晚了。皇上，臣妾知府庞太师专程赶往登州，将皇上下旨之事告知包大人，谁知他非但不听，反而立即下旨将程元处斩。包拯与太师向来不和，这分明是在公报私仇。皇上，包大人一向公正无私，绝不会以私废公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臣妾只不过是向皇上倾诉心中的委屈而已。其实臣妾受了点委屈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包大人是朝廷重臣，当然要以君臣和睦为重。这件事，臣妾再也不敢提了。不行，再怎么说，朕也不能让他欺负到爱妃的头上。王丞相，臣在。传朕旨意，要包拯立刻回京见朕。臣遵旨。大人还在为回京之事感到不安。程元之死，势必让庞太师心生不甘。倘若他煽动庞贵妃，向皇上进谗言，大人，请恕学生多言。大人前往登州查办通判一案，乃是圣上的旨意。如今查明真相，依法处置，皇上又岂会对大人有所责罚呢？公孙先生有所不知，登州查案虽是皇上所派，但将程元处斩，却不在原定计划之内。皇上降旨阻止本府审讯程元，便是为此缘故。大人是担心皇上会因此而降罪。对，这些年来常因据理力争而触犯圣明，遭皇上降罪贬黜，更是不计其数。本府又岂会在意？怕的是，若不能将那些收受李坤贿赂的官员绳之以法，让他们逍遥法外，本府岂不是有愧之身？大人，到现在，大人还惦记着维护国法、端正朝纲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本府又岂能不朝思暮想，随时惦记？